难得今天这么高兴。阿三哥，准备佳肴美食，今天我们要不醉无归。小人去办。好，来，再喝。来，没有了。来，你们汉人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？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啊，马仔波罗。你醉了，不是马仔波罗，是马可波罗。是马仔波罗，我说是就是啊。我们也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，能够聚首一堂，总算是一种缘分。如果魏兄和黄兄两位不介意铁木尔是粗人一个的话，我们可以效法刘关张，桃园三结义，结为安达吧，好不好？安达，安达是蒙古语，也就是结拜兄弟的意思。两位不会嫌弃我是蒙古人吧？铁兄言重了。其实交朋结友，在乎真诚相对，又怎么会有汉蒙之分？好，说的对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结为安达。啊，我也结。你也结。你们既然没有汉蒙之分了，那也不可能不接受我这个佛朗人吧？好，一起结拜，一起结拜。我马可波罗，我铁木尔，我，黄石刚，我魏子颖。从今天发誓结为为安达，从此此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啊，马仔波罗，你年纪最大，那以后你就是大哥了。大哥。铁木尔，你呢？你就是二哥，知不知道啊？你知道。黑探头，你排第3吧，三哥。那我最小就是四妹了，是不是啊？四妹啊！哎呀，你喝醉了，应该是四弟才对。我没醉，我就是四妹。不行，我要去茅厕，我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。喝那么一点酒，就是要毛子。二哥，再喝。好，来。二弟，干杯！来。大哥小心，那里。哦，来，小心，来。幸亏刚才有三弟你扶着，不然大哥一定掉进茅坑了。我以为我喝醉了，想不到大哥比我还醉。原来二哥也喜欢吹笛子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懂音律，只不过前2天在庙会的小摊子看见这支玉笛很别致，所以买下来留念。我也没有试过它的音色怎么样。听三弟刚才这么问，应该是知音人吧？我看你吹奏一曲，看看这支玉笛音色如何吧。那我就献丑了。
这曲子，想不到三弟原来是吹笛的高手啊！二哥见笑了，我不过略懂一二，要称赞就该称赞这只笛子手工精细，音调协和才是真的。那要吹笛之人精通笛艺才行。换了是我吹，那真是赶鸭子上架。原来那个吹笛人就是他。哎，荣来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也找不到？没有啊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大街小巷，也找不到啊。哎呀，糟了！现在看花灯和摆摊的人全都散了，他一个人去哪儿了？丽君，你怎么了？啊！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你们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哎呀，你还问呢？你搞什么鬼？他搞什么进去？幸好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老爷这么巧上山采药，夫人也这么巧在暗堂留宿，不然的话，我跟映雪啊，这次就大祸临头了。已经很晚了，小姐你还弹琴呢？是啊，你不困吗？丽君啊，你刚才是不是遇到吹笛子的人啊？你身上这么大的酒味儿，莫非你跟他一起喝酒？哦，小姐，你胆大包天了你！你这丫头又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说笑的，到底那个人是什么人啊？不就是好人一个吗？其实你也见过他。我也见过。哎呀，你别让我想啊！你说到底是谁啊？是啊，你说啊，不就是上次来求见你爹的那个铁木儿啊？那个蒙古公子。哦，原来是蒙古人。哎，看来小姐你跟他这次是有缘无分呢。那倒是啊，丽君，我们汉人和蒙古人始终是势不两立的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只要两情相悦的话，就什么界限也可以打破。不是吧？你跟他已经达到两情相悦的地步了。我打个比方，又不是说我自己。那倒是啊，小姐她是女扮男装出去见人家的吗？那个人不可能喜欢一个男人的嘛啊！哎，除非他有牛羊之癖，那就不是这么说了。哎呀，又怎么啦？是龙阳之癖呀。龙羊跟牛羊有什么分别？反正都是动物。哎，丽君啊，你千万要三思啊。我要是啊，你真的要听我们的话。我说我要丽君，哎呀，你们是听我说说。才对呀！我要上床睡觉了，不听你们两个废话。哎，你不是吧？干什么上相给他的马有机可乘啊？可是他的车守着楚河，不能不理他。那你就马七退六，逼他炮五退四了。那如果他的车不退，反而车四进平二吃我的炮，那不两败俱伤？喂，那你就炮五退四，跟他的车拼了。哼，但是你拼完棋之后，就只剩下一个车。如果我马八进六将里军，恐怕你就没棋了。二哥真是棋艺高超，我认输了。啊？你不是吧？这么快就认输了？明明知道输定了，也不必再浪费时间了。反正再下去，只会苟延残喘。哇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没下到最后一兵一卒啊，也不知道是谁赢啊。哎，你们俩合伙对付我主子一个人，不公平。好啊，就由我一个人来收拾这个残局，叫你知道什么叫绝处逢生。来，要请四弟手下留情。马七退六。我还以为这盘棋会胜券在握，谁知道被四弟你逼成和局。要不是三哥刚才走错那么多步，弄得先天不足啊，这一盘呢何时打和，我肯定把你吃个精光。啊，再来呀！啊，主子，我已经替你预备好船游湖了。是啊，这里附近风光如画，如果不到处游玩一下，岂不是浪费了？三弟说的对，既然要游湖，当然要泛舟湖上才能领略两岸的景色。
好啊，我也很久没去过湖上泛舟了。啊，泛舟？可是那舟只能坐2个人，那你们俩去吧，我在附近走走。你一个人走多闷呢。阿三哥在。你陪三弟到处走走，一会儿我们在桃花林再会合。是，主子。江南风光如画，和大漠相比，真是有天渊之别。难怪汉人有首诗是这么说的：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一时忘形，在四弟面前班门弄斧。哪儿的话，其实每个人置身在这么如诗如画的风景之中，也会诗性大发。我觉得每个人的性情都会受到居住环境所影响。比如我们居住在江南的汉人吧，大多数性情都比较温和，不像蒙古人那么野蛮，对不对？实不相瞒，二哥，在认识你之前，我真以为蒙古人很难相处的。这也很难怪四弟。任何人都不喜欢让外族统治。其实蒙古人也好，汉人也好，在铁蹄之下所产生的政权是很难令人信服的。然则以四弟所见，什么样的政权才能令天下人信服？古语有云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既然整个天下都是天下人所共有的，若要天下人信服的话，就一定要还政于民。还政于民。我问你二哥，现今的中土究竟是汉人居多呢，还是蒙古人居多？当然是汉人居多了。如果你是当今皇上的话，你会希望这些占大多数的汉人臣服于你呢，还是存有异心？当然是希望他们臣服。其实要汉人臣服也很简单，只要让他们明白汉人和蒙古人根本就是一家人。既然是一家人，自然就不会存有异心了。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如果我是当今的皇上，我不止不再见识汉人，还会开科考试，选拔有才能的汉人入朝廷当官，实行汉蒙一家，共治天下。想不到四弟你年纪轻轻，竟然有此真知灼见。是又怎么样？到最后还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？怎么会呢？说不定当今皇上真像四弟你所说的会开科考试，到时候四弟不就可以一展抱负了？哎，我们今天出来游山玩水的，不要说那么扫兴的话题了。四弟说的对，对着如此明媚风光，我们理应就像湖上的鸳鸯那样悠悠哉哉。正如汉人有句话，只羡鸳鸯不羡仙，是不是四弟？我和二哥都是男人，怎么能比作鸳鸯呢？话又说回来，那些鸳鸯真是奇怪，公的羽毛是七彩缤纷，比母的还漂亮。如果不说啊，还真以为她就是母的呢。无所谓的，他们自己分得清楚谁是公谁是母不就行了？那倒是，最要紧就是他自己心里明白。我听人说啊，鸳鸯的感情很专一的，永远都是一双一对的。如果有一只死了的话，另一只也不会偷生于世上。所以我们汉人才会有你说的那一句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。但是汉人的男子也是三妻四妾，又怎么会羡慕鸳鸯？就因为汉人的男子全都是三妻四妾的，所以汉人的女子只好羡慕鸳鸯了。四弟，你说的你自己好像和汉人的男子都不一样似的。哎，那人是有例外的吗？